上集说到，王霞满脸着急地跑到俩人近前，铁柱，赶紧跟我去救关向全，他在跟人打架。怎么回事？你能说明白点吗？跟谁打架？到了你就知道了，再晚点关向全都要被人打嘎了。于是铁柱买了单三人，立马往粮贸市场赶去。铁柱，你别跟他们打架，咱们去安保管理部找安保过来行吗？找安保没用的，他们最多是把这些人赶走，可安保离开，他们还是会回来。你别担心，我不会跟他们打架的。你跟小姨就在这等着，我过去看看。说得轻松，铁柱也是硬着脑门走向金德祥。这个场面根本不是打架能解决的，现在也只能是尽量的去说服金德祥。这位就是金老板吧？咋的？想干？金老板，你别怪我说话难听，做买卖竞争很正常，可是弄这个场面，你觉得真能解决你跟老关的矛盾吗？你算干啥的？跟你有几毛干系？你想挨揍是吧？你别管我是干啥的，就问你能不能弄嘎关相权，弄嘎他你也别想活，你弄不嘎他，他反过来肯定弄你，买卖还干不干了？这不是傻吗？你看看那边看热闹的都是市场的人，他们恨不得你跟老关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最后你俩的买卖都没法干，他们就能接着干你们的买卖。金老板，你是做生意赚钱还是志气啊？就是不打，这买卖也做不下去。关向全抢我生意，还敢威胁我，不给他点颜色看看，是不是说我怕了？你也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今天是我跟关相全的恩怨，你想管闲事，那我就连你一起打。我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也是给你个台阶下。如果你非得弄的买卖都不想做，那就当我什么都没有说。关向全抢你的生意是他的不对，我作为他的兄弟，给你赔个礼道个歉。你接受的话，就让你的人都回去；不接受的话，那我也没法子，你自己掂量办吧。小兄弟，留个名。铁柱，行，面子我给你，以后你叫关向全给我学聪明点。说完，金德祥便喊着他的人离开了。直到这时，岳林跟王霞才敢跑过来，关向全和伙计也从粮仓里出来了。铁柱，你怎么不打他？还有脸说我？你吓得跟个缩头乌龟似的，人家这么多人，我怎么跟人打？我跟金德祥没完，今天我是没有准备，他以为只有他认识几个地痞是吧？我的人也不少，这口气我一定得出。说完，关向全就让伙计去找这个找那个的。铁柱，你快劝劝他，别让他打架。没那个心情，明明可以让金德祥滚出市场，他非得打人，那我有啥办法？啥？铁柱，你有法子能让金德祥滚出市场？打架能解决问题的话，还要脑子干嘛？你听我的，不用打架，我告诉你怎么弄的。铁柱的声音在众人的耳边有力地回荡着，众人听的是一愣一愣的。高，实在是高，我是真服了你了。就说你是咋想出这么好的主意的？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狠了呀？商业竞争本来就是残酷的，看看今天的场面，如果我不来的话，他们都能把这粮库给烧了。做生意的关键就是钱，那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果不搞嘎金德祥，以后老关的买卖就没法做。所以这样的竞争面前，不能有任何的仁慈。说的没错，这次我就听铁柱的。走吧，我请各位去吃大餐压压惊。转眼到了第二天，关向全一大早就把粮库里的大米全部叫人拉走，所有东西搬家似的拿走。不远处的金德祥假装不在意，却偷眼看着，心里一个劲的嘀咕：看这架势，难道关向全不干了？就在这时，关向全的一个老客户来买大米。老关，你这是干嘛？不干了？不干了，这市场我没脸混下去了，以后你去别的地方买大米吧，我这不卖了。你这好好的，咋没脸混下去了？我没人没势力，做生意还得看别人的脸色，还差点被人打。现在我就是这个市场的笑柄，头我都抬不起来，买卖还怎么做？去特么的不干了，这市场老子也不混了。那你这么多大米，还有你这摊位咋办？大米我送去外地，这摊位我留着，就算我不干，也不便宜别人。说完，关向全便阴沉着脸上车离开了。金德祥确定关向全的确是不干了，乐得他差点当场来段大秧歌。关向全啊，关向全，这可是你自己走的，我还得感谢你把市场让给我呢，都给我打起精神来。他不干了，买大米都得来咱家，都给我卖点力，中午给大伙加顿红烧肉啊。老板，那您可要发大财了，全会市的大米不都得在咱家买了？还是老板您厉害，您高明。那还用你说，以后这市场就是我的天下，全会市的人吃大米都得看我的脸色。你小子也别给我拍马屁，给我看着摊子，我要去打个长途电话。天气预报说这几天一直有雨，所以得多备点大米。也是因为贪心跟得意忘形，金德祥直接把手里的家底全都买了大米，坐等收钱。另一边，铁柱来到了服装厂，刘杰的速度也真够快的，已经准备开始扩建了。我得去趟商标管理部，给咱的服装注册商标，省得以后有人找麻烦。行，那你快去快回，然后跟我去拉缝纫机。铁柱也不墨迹那些废话，当即来到了商标管理局，一番打听，找到了负责注册商标的葛瑞然。当铁柱见到这个人时，顿时一阵重雷。这不就是那天在电影院后座的那位怕受到影响把红袖姑都找来的男子吗？原来他是主管商标注册的呀。葛瑞然也认出眼前的这位，这不就是那天看电影吃东西吧唧嘴，一点素质都没有的家伙吗？俩人都笑了。这位同志今天没带点吃的吗？葛主任，我是来给我的商品注册商标的，不是来看电影。你要给什么产品注册商标？服装产品生产许可、工厂的生产经营许可，还有纺织品生产标准检验合格证都带来了吗？除了这些还需要什么？你先把这些拿来再说别的。行，那回见了。
看着铁柱离开的背影，葛瑞然只是不屑地一笑道：“这样的人也能有自己的工厂，简直就是笑话。”而铁柱也在想，这样的人还想拿捏他一下，简直可笑。就在这时，旁边走过去一个女人，铁柱随即从兜里掏出10块钱扔在了地上。这位女同志，你的钱掉了。女人转身低头一看，果然有10块钱，并且十分肯定那钱不是自己的。但是这个便宜，她也毫不犹豫地捡了起来。哎呦，谢谢你了，要不是你看到，我这半个月的生活费都没了。谢啥谢，我也是碰巧看到罢了。姐，你贵姓啊？也是这单位的人吗？免贵姓上，在办公室工作，我还是第一次见你，不是这单位的吧？不是，我是来注册商标的，就是你们葛主任今天的心情可能不太好，没给我个好脸色，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才能注册上。姐看你人不错，我就跟你说说，那个葛瑞然的脾气就是那样，他是离了婚的，媳妇出国赚外快，留了个15岁上初中的女儿给他。他的那个女儿叫葛晴晴，一点也不省心。前几天来单位吵着要个什么，那东西叫什么随身听的，反正是挺贵的东西。葛瑞然没答应，他那个女儿在单位是大哭大闹，所以他这几天的心情都不好。你还是过几天再来吧。10块钱花的值，一下就买到了葛瑞然的软肋。谢过上秀琴，铁柱便告辞离开。续接上集，铁柱从管理局出来便去了商场。随身听在当时来说，那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东西，最便宜的都要800块钱。你好，同志，把这个拿给我看看。高档商品不能触摸，不能试用，你就隔着柜台看看得了。这个我买了，开票吧。我还要几盘磁带跟一盒电池。服务员当时就是一愣，没想到今天居然碰到有钱人了。拿上随身听，铁柱直接来到第6中学，正好赶上学校放学。这位同学，请问你认识葛晴晴同学吗？葛晴晴，有人找你。铁柱抬眼看去，就见一个脸颊瘦弱的女孩子往他这边走来。你谁啊？我认识你吗？我是你父亲葛瑞然的朋友，我叫铁柱。我知道你一直喜欢随身听，就买来给你看看这款随身听喜欢不？当葛晴晴看到那个随身听时，无比激动。哇，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我一直都想要的这款，太好了，太好了！如果你爸爸问你，就说是铁柱送的，如果他不让你要的话。话还没有说完，葛晴晴便梗着脖子。哼，他不让我要，我就离家出走。说的铁柱都是一阵无语，离婚家庭并且缺少母爱的孩子，让铁柱的心里都是一阵无奈。可也轮不到他来教育，东西送到，他也就离开去忙别的事情。同时，岳林跟王霞中午休息出公司买饭。琳琳，下班了呀？你没有回去啊？我在这边投资点生意，要待上一段时间。你还没吃饭吗？走吧，我请你去吃个午饭。不行，我们中午只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来不及的。你有话就说吧，如果没啥说的，我们要去买饭了。是这样的，我准备在汇市投资个分公司，到时候我聘请你给我当经理助理，每个月的工资我给你500块。你不是一直都想上班吗？昨天晚上我想了很久，应该尊重你的想法，我也反思自己曾经对你的一些过错，只要你肯给我机会，我一定会做出改变的。500块钱1个月，你也好意思说出口，还说喜欢岳林，你还是看看我外甥对小林的好吧，人家请小林吃顿饭都不止500，每个月的零花钱都不止5000，500块还挺大显示呢。小林，我们走，别理这种人。殷家浩也是眉头微微一皱，心想那个铁柱不过就是个农民，怎么可能那么有钱？家浩，昨天我已经把话都跟你说得很清楚了，我也很喜欢现在的工作，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为了不让我男朋友误会，你以后还是别来找我了。说完，岳林便拉着王霞快步离开。殷家浩冷冷地眯起眼角，他是绝对不会放手的。司机，去第一纺织厂。此时铁柱已经把刘杰购买的50台缝纫机都弄了回来。累坏了吧？如果没有你，我自己可弄不回来这些。待会咱俩还得去纺织厂再采购一批面料，现在要扩大生产了，面料的备足才行。那咱现在就去吧，下午我还打算去市场摆摊呢，赶早不赶晚。俩人打定主意，立刻来到纺织厂。此时此刻，纺织厂老板办公室里，应总来会试也不提前说一声，我给你接风洗尘啊。我是昨天来的，看到我女朋友，顺便来跟你说说下半年的棉花订购价格。您可是我们纺织厂的棉花供应商，没有您的关照，我们都得关门。就希望英总能够继续的在价格上关照我们就好。现在棉花比较紧张，西域那边出产的棉花大部分都给了计划企业，我也没能拿到多少，毕竟咱们都是老交情，我这边还能继续给你供货，但是价格可能要高一些。英总，现在汇市的纺织品市场很不景气，很多南方货都涌入到了汇市，我们现在也都是在吃老本混日子干，您可是我们的供货商，关键的时候你得拉兄弟一把啊。就在这时，殷家浩忽然听见外面有个人说话的声音，很像铁柱，往窗外一看，正是铁柱。应总，你认识他？我知道他叫铁柱，这家伙可不是个什么好人，专干挖人墙角的事。怎么，你给他供应面料？是的，他原来给我这里的食堂送菜，最近又搞了个服装厂，就在我这里拿面料。他个农民有啥本事开服装厂？招摇撞骗而已。从现在开始，别再卖给他面料，我看他的服装厂怎么开。这不行嘛？不是不行，您英总都说话了，我怎么能不照办？就是多少有点损失啊，本来市场就不景气，您还要给我涨价，我这买卖也难干了。涨价这块我再考虑考虑，
只要铁柱的服装厂关门，我甚至都可以给你便宜些。那我得好好谢谢英总啊。铁柱把布料送回服装厂，转头就拉着150件衣服来到批发市场。废话没有，这个要50件，那个要100件。大家先静一静，听我说，我今天一共就有150件夹克，不可能每个人都能拿到货呀。那怎么能行啊？我从早上就来这里等着了，我是打新县过来的。前2天有人在这里批发了衣服，回去就卖火了。我这也跟风想进点货，咋就拿不到啊？我是从临镇过来的，我姐在你这买的夹克，大家都想要买，我也想拿点货。你怎么一次就拿100多件，哪够卖的呀？老板，我不拿货，我想跟你谈合作。这位哥，你先去一边歇会，等下咱俩再谈。这样吧，今天就150件，大家平均都拿点，拿不到的我也没法子，下次我带的货就多了，到时保证你们都能拿到货。150件衣服眨眼被抢光，把这些人都打发走以后，铁柱这才说起合作来。老板你好，我叫温兆贤，是在秦市搞服装批发生意的。我昨天来会市看望亲戚，他们就穿着你卖的衣服，我觉得无论是款式还是质量都非常好。我想跟你大批的订购这个服装，然后拿去秦市批发，你看行不行？怎么不行？就是不知道温老板你想一次拿多少？我能先去你的服装厂参观一下吗？到时候我再订货可不可以？没问题，但是今天不行，待会我还要去接我的女朋友下班，明天吧，我接你去服装厂，到时候我们再谈。温兆贤是满口的答应，留下了他的地址，便告辞而去。刘姐，按照咱的股份制，这次我拿利润的60%，也就是1800块，你拿40%加上成本是1950块。咱不用算的那么仔细，全给你都行，主要是跟你合作，姐心里高兴。明天还有个大客户来厂里参观，今天你叫人把卫生都搞一搞。大客户？多大的客户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得赶紧去接岳林下班去了。铁柱来到农业公司，正好关向全也来接王霞。你的法子奏效了，金德祥那货把全部身家都买大米了，这次不亏死他，我官字都特么倒着写。这就是贪心，第一步他已经掉坑里了，接着就看你的能力了。今天我已经跟全市所有的粮店都谈妥了，明天就是别的客户，在金德祥的大米回来之前，我都会搞定，到时候就瞧好吧。正说话的时候，王霞跟岳林也走出公司，只是俩人脸色并不好。小林，你们这是咋了？你不是说你已经把那个宋丽搞定了吗？他现在又开始跟我们搞阴谋。今天快下班的时候，他来跟我们说要我们去收秋粮。你俩不用担心，不是有我呢吗？不就是收秋粮吗？交给我吧。都以为铁柱是在安慰他们，然而不知道的是，铁柱这次要让宋丽彻底的滚出农业公司。